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我的山与海揭秘高翔父亲家事，才懂他和方婉之为何拒绝巨额遗产。在我的山与海里，高翔和方婉之面对美国舅父提出的继承巨额资产、移居海外的诱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最后他们选择留在上海，挤在一间只有24平方米的亭子间里生活。很多人觉得方婉之从小受养母方静瑜淡泊名利的影响，拒绝可以理解。高翔呢？一个能在夜校教课，是律师专业，还兼职报社记者，人脉广到能请动集团大领导的人，怎么就甘心过这种清贫日子？连方婉之创业急需的35万都拿不出来，他是不是傻？直到你挖出高翔父亲的身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资深馆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像就是个文化单位的闲职，没什么钱。这个身份背后代表的分量，可能远比那笔看得见的亿万遗产更值钱。它是一种用钱买不到的社会地位和家族底蕴。高翔在剧里是个标准的斜杠青年，夜校老师是他的表面工作，本科读的却是法律，还能在信息与生活报社当特约记者。他认识集团公司的大领导胡书记，不仅能请动人家来夜校讲课，还能在关键时刻帮人拦下领导主持公道。他足迹遍布四海，朋友五湖四海。在方婉之暴雨天叫不到车回老家时，他能从朋友那儿借来摩托车。方婉之最后能拿下神仙顶的项目，也是因为投资公司的老板欠他救命之恩。这样一个看起来社会资源丰富、处处能搞定事情的人，现实生活却相当清贫。结婚后和方婉之住的房子只有24平米，方婉之创业遇到资金危机找他借钱，他掏不出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是理解他为何拒绝遗产的第一把钥匙。答案藏在他父亲那个文史馆资深馆员的身份里。文史研究馆是什么地方？它不是普通的学术机构或养老单位。根据公开资料，文史研究馆是人民政府领导下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事业单位。它的设立体现了敬老重文、尊贤尚德的宗旨。能成为馆员的，可不是一般人，他们大多是有文史专长、有较高声望，在统战工作中能发挥作用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造诣颇深的艺术名家。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例，历任馆员中有前清翰林、进士，有著名的书画家如朱启瞻、林风眠，有史学家，还有如孙中山外孙、蒋介石女婿等具有特殊历史联系的社会名流后裔。馆员由省长或市长亲自聘任，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是对一个人一生学识、品德和社会贡献的极高认可。它不只是一个职位，更是一个终身荣誉。很多地方，馆员甚至不规定任期，直至高龄转为荣誉馆员。高翔的父亲是复旦高材生，上海的老报人，最终成为文史馆的资深馆员。这意味着他在文化界、知识界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受人尊敬的地位。这种家庭出身带给高翔的，首先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高翔自己说过，他父母的家族都不一般，虽然没有累积下金钱地位，传承下了做人的风骨和忠孝仁义这些最难能可贵的财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在一个父亲是德高望重文史馆员的家庭里长大，高翔从小耳濡目染的是知识分子的清高，是对道义的坚守，是对名节的看重。这种家庭氛围里，忠孝仁义不是书本上的字，而是做人的底线。
所以，当巨额遗产和陪伴年迈母亲之间必须二选一时，高翔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让方婉之自己做决定，自己绝不为了财富抛下母亲。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孝顺能概括的，这是一个深受传统士大夫家庭熏陶的人对其行为准则的本能遵循。这种家风传承的力量远远超过了金钱能提供的安全感。高翔的父亲作为文史馆员，其工作内容包括文史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也包括咨询国事、民主监督和统战联谊。他们需要重文见史，也需要有从容淡定、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各展所长的修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翔，自然具备了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以及施惠无念、受恩铭心的处世智慧。他帮助别人不图回报，广结善缘，这才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总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他的人脉不是靠利益交换来的，而是靠人格魅力和长期积累的信誉换来的。这恰恰是那些暴发户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焦虑，在于拼命想给孩子留下房产、存款，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爱。我的山与海通过高翔这个角色，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真正的传家宝，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而是像忠孝廉勤、仁义诚信这样能塑造一个人精神筋骨的东西。一个在诚实守信家风中长大的孩子，自然更容易获得信任。一个在仁爱互助氛围中成长的人，自然能汇聚人气。高翔虽然清贫，他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遇到困难总有人相助。这种软实力和安全感，是任何一笔遗产都无法一次性赋予的。剧中那位美国舅父看重的是方婉之作为方氏家族在国内的唯一后人，被教养得很好，欣慰于家族精神没有断绝。而他提出赠与遗产，某种意义上是想用巨额的金钱来购买或延续这种他认可的精神血脉的传承。他没想到，在高翔和方婉之这里，这种精神血脉的纯度如此之高，高到金钱根本无法成为交换的筹码。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种可能玷污这种纯粹精神传承的生活方式。方婉之的养父在得知他要拒绝后，忍不住给他竖大拇指。正是因为这位深谙世事的老人看懂了这背后比金钱更重的分量，